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 View Life。今天过来拍一下这个钾肥工厂，大家看远处那个。然后我选择用长焦镜头来拍摄这个项目，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建筑，然后在我们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更好的场景嘛。像这种建筑，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我就想拍一拍，因为这个萨斯喀彻温省应该是世界上钾肥产量比较高的一个省份吧，估计占了全世界的份额有70%以上，所以在这个草原上面有很多这样的工厂，所以我今天就来看一下。然后今天天气预报，现在你看没什么云，天气预报是到晚上的时候，会有点云。然后我根据今天的这个天气呢，大概设计了一下几个拍摄的画面吧。如果有云，那就是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就日落的时候，用长时间曝光来看一下，拍一个背景有云的场景。如果没有云呢，那重点就拍摄日落之后，天黑之前那一段所谓的黄金时间。因为天空没有云嘛，你也没必要用长曝光了，那我们就正常曝光来拍摄这样的一个场景。选择使用长焦镜头呢，因为你单单拍那一个建筑其实比较枯燥。如果用长镜头的话呢，能够找到一些前景啊，造成一些压缩的效果啊，可能会比较好看。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爱好吧。我个人习惯。你在那种比较荒凉的地方呢，就用长焦头，因为它的景比较散。你用广角拍啥也没有。你看这个场景，你看我们这个视频就是用广角头拍的，你看是不是哪个都不突出？但是你如果用长焦头的话呢，它一下就突出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这个视频，一下这个景物就突出了嘛。所以说长焦比较容易在这种单调的场景里面来突出你拍摄的主题。但是今天这个角度应该不是算很好的角度。用长焦来取景呢，你用走路来看景就几乎就不太可能了。所以我待会儿想开着车沿着这边就围着它四周转吧。总体来说，我今天选择的拍摄方向应该是由西往东拍。也不算太西吧，就由南往北拍，尽可能的还是拍顺光，因为有可能云会在对面，那个是应该在西南面会起来。如果假设有云的话，然后所以也是在这个半圆里面来找一个拍摄位置。当然，最佳的角度，就是最好有个前景，不管是树啊，或者呢，你看前面有谷仓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有意思的。然后跟这个背景融合在一起，能造成那种空间压缩感，会很好看。那我们就来找吧。所以其实还是比较容易好找点的，就在于你要有耐心，因为它每条路都挺远的，可能来来回回要开个10分钟左右。我们现在还有时间，现在是下午的3点40，大概在5点半日落，我们还1个多小时找这个背景。那个角度不是很好。看前面有，你看那个很多农场，对，应该能找到一些农场的房子做前景，看看行不行。然后300毫米的焦距，在这条路上的距离，刚才测了一下，应该是最好的。如果太近了，它这个焦距也不够。看那边这个角度也还可以，
这个角度你看，正好前面有那个谷仓，还有几棵树，但是我估计会太近，可能树拍不下来。那我就在这个延长线到那边去。对，这样你看，这个角度应该就会能拍到它。我们拍风光就得有耐心，得慢慢找。当然，你要对你的焦距啊什么的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你才能找到这个。你才能找到你要的角度。这个角度也不错。这个角度一个是视角挺好的，对，然后边上还可以停车。我们作为备选，这边有好多坡地，最喜欢就是坡地了，坡地很容易出片子。这边是一个住宅区了，基本上，这边很多 acreage， 所谓的大庄园。这边还有一个湖，有时候出来你拍一张照片的时候，你可以也顺带探索一下你以后要拍的那个角度。所以出来，只要你出来，总是会有收获的，哪怕拍不到照片。我们俗话说，你拍不到，你看看也好，再不济你还当你休闲了嘛，就玩玩吧。感觉这个方向，哇，看到鹿，你看，3、4头的鹿，5个鹿，这边鹿还是挺多的，但是像这种路，所以晚上开车挺危险的。你开着开着它就出来了，一旦你撞到它就麻烦了。这边应该没什么角度。看这边有个废弃的农场，你看这个后面来拍拍胶片应该还是不错的。其实我开这么慢的速度在这个路上开，应该是也算挺危险的，所以我随时要看着后视镜有没有车来，因为像这种路段限速是90的，你开得太慢了就非常危险。别人都开得很快，这个路还是有起伏的，很容易就发生问题。我们转到那边去看看，这个 Jones Road。这边就是应该有个坡地，拍照要永远找制高点。你可以爬上坡看看你的拍摄目标跟有没有更好的角度啊，或者前景啊。感觉这个坡好像还不够高，我都看不到那个工厂了。这边挺荒凉的吧？这就是加拿大。荒凉是它的本色。拍照有的时候也就像小熊捡西瓜什么的，哈哈，就是你永远想找一个最好的角度。但是很多时候，根据我的经验，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第一个看到的角度是最好的。虽然知道这些道理，但是你还是忍不住每次就想多找几个更好的角度。你看这边有些地方，你感觉像比如这坡上去应该能拍到，应该还可以，但是这边有很多限制，因为这边的所有的土地都是私人的土地，你正常是不允许放到那个山坡啊什么地方去的，这些都是私人领地。
你看，哪怕乡下的公路，它都有停牌。你像我从这边辅路进到主路，就必须看两边。这边有个校车来，我一个人过去。但是你一旦过去之后，你就得加速开，你就不能慢慢开了。我应该让他先过去。这样我就不会挡他路。我靠边让个校车让走他，怼着你屁股开好不安全。这边有个湖，到湖边去转转看看。它也不是湖了，其实这个地方这个水就是它工厂的废水。这一片土地都是这个钾肥工厂的，所以它都有告示。都有指示牌，你也不能乱走。这个角度，我还应该往前走走。应该比刚才看到的那个画面要好一点点。就是对着太阳拍，会比较难办一点，因为我没有渐变滤镜。如果有渐变滤镜的话，就顶着太阳拍也无所谓了。但是这个河边也是属于他们的物业，你看这个牌上写着 “No trespassing”，“trespassing” 应该是叫，意思就是禁止入侵，禁止你进去。当然，你要是进去会发生什么事呢？也许他们就会来赶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除非必要，应该也没必要进去吧。如果我在这条路上能拍到，我就没必要到河边去，因为这个河边都是他们的管道。对，我在这个角度应该就可以拍到了。OK。而且还能拍得到水面的倒影。我只要不进到他们这里面，他们管道那边就应该就没事。对，这个角度还不错。到前面关键在于得找个停车的地方。看看这个角度，这个角度还不错。我刚才说那个喷烟的地方，作为前景，然后那个建筑就在后面，那工厂就在后面。太阳应该会在稍靠右一点的地方落下去，那到最后可以拍一个剪影效果。那看一下这个效果。左边那个烟囱背后正好是那个建筑。如果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太阳现在在右面，应该完整的在右边，所以那个光影应该，其实那个太阳现在反差比较大嘛，光比特别大。如果能避开那个太阳，其实也是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然后它从后方打过来，那个建筑就会有一个剪影效果。如果你选择合适的曝光的话，然后前面这个烟会造成一点气氛，对，应该还不错。但是像今天这个角度用横截片的话，就可能会效果差一点。今天就试一下竖截片，对，竖过来的话拍1张、2张、3张、4张、5张、6张，大概也是6到7张的截片。对焦是个痛苦的地方。现在试拍1张，光圈放到 f2.2， 160分之1秒，看看效果。
显示屏亮度看啥也看不见，因为今天还是有比较大的风的，所以说，待会如果用 ND 镜的话，光圈速度慢下来之后，不一定能拍得实。对，先试拍一张截片。图片的话，就是左边1/3，比如第一张是这个，然后第二张移这么多，对，第三张尽可能多拍几张，因为竖片的话其实比较难接的。第6张，还有第5张。第6张，第7张，第8张，对，这样拍。拍完之后检查一下焦点，因为这个没什么前景，我就对焦点就放在主体上，就这个工厂上面就行了。所以景深足够的，然后这也可以带来你用光圈的时候，你也可以用最佳光圈 f8、f9 一样的，因为我们今天拍摄不是很需要全景，景深要求不是特别高，因为前景没什么东西，对，你就可以把景深放在主体上面就行了，都能达到全景深。把脚架升高一点，因为太矮了，蹲得好累。我一般把风光摄影或者其他摄影分成2类，一种呢叫主动创作，一种叫被动创作。所谓的主动创作呢，就是你心中先有画面，然后去寻找能够表现你画面的景物。比如说，你想拍一个晚霞，有山，有水，就拿今天这个比方吧。我想拍一个建筑剪影效果，最好前面有点倒影，然后在夕阳的时候拍。对，如果你心中有这个画面之后呢，你就去找。那比如说我们就找到这个景，正好就可以表现我心中想要的那个画面，所以这就叫主动创作。另外一种呢就是被动创作，也拿这个工厂举例，就是我知道这边有个工厂，我想来拍这个工厂。你看今天从那边一直转到这边，那我就想找一个很好的构图，根据它这个工厂所在的位置、地形也好、天气也好，来拍一张最能表现当下，就今天能拍到的你自己认为的最好的一张照片。那今天基本上就是属于被动性创作。我想拍这个工厂，然后我找了各个角度，然后发现这个角度，当然它每个角度都有每个角度的好处，都可以拍到相对还可以的照片。但是我觉得今天正好背景有云，然后这个角度也非常不错，可以拍到一个剪影的效果。那我今天主题就想拍，如果拍这个工厂，我用剪影的方式，看看能拍出什么样的效果来。另外一个，像这个它工厂是会亮灯的，如果太阳完全落山之后，就天黑之前那一段黄金时间来拍，应该效果也还会不错的。到时候水面会有它那个倒影，你看现在就能看到一点倒影。对，如果有灯光的话，它映射下来的话，倒影会拉长。所以说，不管你是长曝光也好，还是正常曝光也好，都会拍出很好的效果。风光摄影师其实永远在解决各种问题，决定你拍到一张好照片的因素，大概就是
一个就是你比如说被动拍摄的话，你的发现能力，对你选的拍摄目标是什么样的，然后你想怎么拍它，通过什么角度，采用什么光线，然后剩下来的呢，你想用什么样的器材？这个器材最重要的主要是镜头，因为镜头我总觉得是决定一切嘛。你是用广角来拍它，还是长焦来拍它？随后呢，就是你采用的拍摄技法。你比如说，我就正常拍一张这种很简单的拍摄，或者用长时间曝光，对吧？我长时间曝光加接片，或者单独接片，这就是现在数码摄影的各种技法。然后你采用合适的技法，用合适的光线来拍到你想要的画面，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风光摄影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流程。在这个前提之下，剩下的你就是要去解决各种因为环境啊、人为因素啊，包括器材导致的问题啊，你把它解决掉，然后达成你要拍摄的这个目的。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天气不好，那天气不好有天气不好的拍法，天气好的拍法，器材有好跟坏，对吧？你不好的器材，那你就用适应你这个器材的方法去拍照，对吧？你比如说你没有长焦，你广角也可以拍。你有长焦，但是你的那个可能脚架啊什么不是特别稳定，你没有很专业的脚架，那你就不能用长时间曝光，那你就不要用 ND 镜来拍摄嘛。对，然后你个人的因素呢，比如说你的技术，有些东西你还没有达到，那你就运用你自己能掌握的技术来拍你这样的照片。当然，你自身的技术是最容易解决的。你好好的去研究一下这个教程也好啊，看看网上别人是怎么拍的。主要的是我们要适应这个环境，甚至有些你看，比如说在路上不让停车啊，你不让到那边去拍，你要适应这个环境带来的各种变化，去解决各种问题，来拍到你想要的照片。拍摄之前呢，我也总喜欢先试拍。因为数码相机吧，你有那么多的，就是不像胶片，你可以珍惜胶片，数码你可以随便拍，所以你要利用这个优势，尽可能的在拍摄之前多拍几张，主要是验证你的各种拍摄方法。你比如说你要接片的话，就拍一组接片，看看效果怎么样。主要是画面是不是你想要的画面，然后光影是不是你想要的光影。然后检验一下你这个器材在这个天气状况下能不能实现这个拍摄方法，主要是看有没有抖动啊，有没有虚调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用长焦来进行拍摄的话，它光圈速度太慢了，就很容易造成晃动。风太大的话，现在好像风小了一点，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测试一下。这个测试主要测试一下你的焦点呐、景深呐，以及它这个光影效果是不是你想要的，然后你随时做出改变。这看着还不错。因为是逆光，所以对焦永远是个大问题。看着还行。拍这种建筑啊，就是尽可能的把水平仪放到，就是水平跟纵向都放在水平的位置，防止它产生不必要的渐变，不必要的变形。现在 F9 的话，它是1.3秒，然后我现在就开始拍一张接片试试。这个纵向接片呢，就是一定要多拍几张，它的最后成功率，你如果拍的少是很难见成功的。虽然你看这个画面不是很宽，我准备把它拍7、8张吧，应该是8张。现在太阳已经移到右面去了，也正是我想要的。我并不想怼着太阳拍，
虽然这个相机宽容度比较高，但是你完全依靠宽容度的话，其实画质下降是挺多的。所以最好用渐变滤镜。但是像这种场景，渐变滤镜也并不一定合适，因为什么？就太阳跟下面的倒影成一条线，它只有那一条线的那个曝光是非常厉害的，你压了上面也压不住下面，所以其实渐变滤镜也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不要把太阳拍在里面啊。这个接片看一下，大致这样的一个效果。现在设备。角度我们都测试好了，应该就是没有问题。然后接下去我们就等着拍了。太阳差不多落下来了，我赶紧拍。然后我今天用的是300毫米定焦，没有加增倍镜。然后先试试10档 ND 镜看看。感觉还是10档 ND 镜的话会曝光时间太长了，因为要拍接片的话时间太长，你这光影第一张跟第二张，因为这个接的还是比较多的，第一张第二张的曝光会差很多，所以我用6档的 ND 镜可以让拍摄的速度快一点，曝光时间也短一点，便于接片的准确率吧。赶紧拍，试拍一下。光圈还是因为前面有点树，所以我想把光圈收小一点，看看能不能拍到一个前后景。因为刚才说是我想无所谓景深嘛，就放最佳光圈好了。但看到前面那个树还挺有意思的，想看看能不能把它拍下来。因为是树接片，前景多一点也没关系。后面如果发现不太好的话，你也可以进行裁剪，就把前面的树裁掉就是了。太阳落下去的速度非常快，10分钟，30秒一张，拍5张的话，拍6张的话就是2分钟左右。能拍下来的，但是好像感觉没多大意义。我拍一个试试吧。1张，太阳完全落下去的时候，其实是最好的时候。一直到，我们时间大概分为日落跟天黑嘛。日落就是大概半个小时时间，光线也比较不错。日落之后到天黑也有大概半个小时时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一般日落之后拍夜景比较多一点。第1张，第2张。哇，天比较冷啊。第3张，也有可能这个路，因为你用这个长焦拍的话，也可能前景拍的不是很完美。像这个角度应该是下去，用广角拍，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拍着吧，不行的话分开拍，到时候主体就是工厂拍一个接片，然后前景这个树也拍一个长曝光，看看效果怎么样。第3张，你看今天拍这种照片，就是前面所有的工作就为了现在大概半个小时，而且还得抓紧。你前面不考虑好，很容易手忙脚乱的。
再次重申一下，强调一下吧。拍接片，我们一般都使用手动曝光、手动对焦、手动白平衡，这样能保证从第一张到最后一张的每张照片的曝光参数都是一样的，画面也是一样的，便于你后期接片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接得上。要不然它发生明暗不同，曝光不同造成的明暗不同。然后你的如果甚至白平衡放自动的话，它也会造成颜色的差异，到时候接出来也会接不上，所以很关键，3样都要放手动。然后接片的话，就是一张张重合，每张重合大概2/3的画面是重合的，你这样的接出来成功率就比较高，特别是竖拍的接片是非常要注意的。然后有时候你的画面里面出现那种电杆子啊，或者比较垂直的物体的话，线状物体的话，你尽可能的保证前后2张里面它都是完整的，这样就也比较容易接得上。也就是说你多拍个1张。今天晚霞还是不错，天气预报看来还挺准确的，光线也不错。这边这个湖我也是第一次来，下次下了雪之后也来拍一拍。主要看前面这个树，如果下了雪之后，应该会更好吧。这个湖也会结冰，就可以走下去拍。但这块土地总是有点不敢进去，他们工厂私人的，减少麻烦嘛。其实你真的这边人还挺友好的，你真进去也没人管你。1张拍完了，我们现在来正式拍这个工厂吧。你左右移动一下，看看曝光。对，30秒。今天待会拍完切片之后，再试试单张。今天可以多拍几张吧。然后那边的云也不错。哇，那湖面真的是很安静。给你们看看那个湖，不要老看我。对，我把这个放面放在这个，景色还挺漂亮的。待会看那个工厂，它那个灯光打上来的话，亮起来的话，应该更漂亮。这边倒影也挺不错的。像这种湖，它比较浅，也没什么风，也没什么浪，所以今天整体平静如水，拍出来效果也会更好一点。明天就开始下雪了。30秒曝光很长啊，时间长不能分心，待会就容易出错。第4张，最后1张。夏天来拍一个极简风格的应该也不错。等着前面
那个山坡上都挂了雪。对，如果这个湖面没有完全结冰的话，来拍点极简长曝光，应该也会很不错。所以每次出来拍照，也可以不仅是拍你想拍的东西，也可以顺便踩一下点。哎呀，好了，先来拍一下单张。哦，这个烟它往左走了，风改变了。看看，光圈放到 F18，13秒。检查一下对焦点，不错。3张。前面那卡车转来转去，应该是个巡逻车。3张。第4张。我们刚才日落的拍完了，然后我也等了一会儿。现在我们拍晚上的。其实时间很重要。为什么说时间很重要呢？就是你一定要等天空的亮度暗下去，它那个建筑物的灯光照亮的地方才能显出来，也就是说光比达到一定的平衡，要不然你相机总是忠实记录你那个整体的这个场景的嘛。你如果整个曝光量太高的话，所谓的就是光比太大的话，暗的地方它就不会显出来，它就不会有该有的那个它的亮度。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等天空跟地面的曝光值差不多。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你现在按照天空曝光，你的阴影部分几乎不怎么过曝，这些阴影部分主要是建筑物那边被旁边的灯光打亮的那个部分，它跟天空的曝光差不多。这样的话呢，整个建筑物就显得会亮，暗部会有细节。要不然的话呢，暗部太暗了。我们现在可以，我先拍一张看看。我现在拿掉了那个 ND 镜，因为现在不需要了。我光圈放到 F10。那你现在天空，你看现在天空的曝光是好的，但是你放大看那个建筑上面还是暗的，就说明现在光比还没有到，还没到平衡的部分。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拍夜景都有一个什么叫 blue hour 嘛，就蓝调时间。其实这个时间就是一个光比比较平衡的时候，就是天空跟地面的光比相对比较平衡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不断的拍，一直等到那个点，这个平衡点跟平常的曝光就是那个日落的时间跟天黑那个时间可能有点不一样，因为根据你现场光线、现场建筑的灯光的亮度、照亮的范围还是有关系的。你像现在这个建筑几乎都是只有一点点状光源，然后你看放大看，它整体并不是照得特别亮。另外一个还要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像里面的点状灯光的话，不能让它太过于过曝。所以
像拍这种场景的话，一般要用宽容度比较大的。我的习惯是，你在直方图上几乎看不到过曝点，就是向左曝光。一般如果那个光比是均衡的话，我会欠曝个3档或者4档，把灯光压下来。然后后期提亮暗部的话，它能达到一个类似于比较平衡的状态吧，就比较好看。现在它那个烟又往右吹了，所以很多时候就像这种时候，就你得不断的拍，一直找到那个平衡点。然后你怎么判断天空不过曝呢？因为大部分相机都有那个高光警告的，你拍完之后，你去检查这些点状的灯光点，看看它是不是有高光警告显示的。如果一旦有，你看它的范围，如果只是一个很小的点状的话，那说明没有问题。你看我现在拍的就没问题，而且我看现在的光线几乎也是在一个平衡状态了。对，这样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收工了，因为正好它那个烟往那边去了，然后把那个光线给遮挡了一部分，就不用等到天完全黑下来。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根据太阳的光线亮度来判断的，要看你实际拍摄的景物。好，我们现在我也拍一张借片。第2张，3张，横借片我就多拍一点。4张，5张，6张，它6张。对，今天还不错。OK。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To the river we go, leave our worries on the shore and drift away. On the river we know, sometimes the perfect words are never said. I spilled my coffee, I don't feel like talking. My worries just keep growing by the day. I need a moment where the green and blue appear, to spin a rock and watch the ricochet. To the river we go, leave our worries on the shore and drift away. On the river we know, sometimes the perfect words are left unsaid. It could change your mind when you're intertwined with the water and the waves. As I grow older, well, that boat I'll never sail. It works better than the pills the doctor gave. And with that old fishing pole, I still catch 'em by the bucketful. The kids are helping on the grill and sneak a taste. To the river we go, leave our worries on the shore and drift away. On the river we know, sometimes the perfect words are never said.
change your mind when you're intertwined with the water and the waves. I hope you find this place before you end your days. And if you see me out there, wave hello.